大家好，最新的比赛正在进行的2024年的威尔士公开赛，丁俊晖对阵肯德里克。现在台面只剩最后一颗红球了，丁俊晖是落后32，台面还剩35。我们看一下这局能不能翻盘。已经好久没有看丁俊晖的比赛，大概可能有半个月了，所以很多球迷都是非常的想念。最近在斯诺克球迷圈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有丁看丁，没丁看奥，没丁没奥，关灯睡觉。这句话相信大家也非常熟啊。从这句话也反映出大家对丁俊晖和火箭的喜爱。这两个人呢，此前有过一次交手啊，就是在今年的苏格兰公开赛，当时丁俊晖是4-1战胜了对手。目前丁俊晖的排名是第9位啊，是中国选手里面排名最高的。张安达呢是排在第12位。这一站的比赛冠军奖金是8万英镑。听到这个奖金，火箭在前一天就退赛了，而且小特也退赛了。所以说这次比赛其他人的机会非常大，就看谁能最后夺冠。大家觉得丁俊晖有没有可能夺冠啊？现在篮球是向下的角度啊，这样的话需要2库来叫分球。看一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，这杆白球走多了。现在打中袋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，而且不太好走位。哇，没有打进啊！丁俊晖最近几年其实下降最厉害的就是中度这一块和长台，防守和围球呢保持的还基本不错。现在呢，对手只需要打进分球就能拿下这一局，但是丁俊晖必须要清台。一个长台的机会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打进。还是没打进啊。其实顶尖选手没有长台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你必须得拼准度。这站的比赛去年冠军是米尔金斯啊，但是今年想要卫冕的话难度非常大。对手排名比较低啊，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丁俊晖赢面还是比较大啊。这一杆看一下丁俊晖能不能打进啊？好球，看一下白球，这一杆还是非常的漂亮，黑球角度有点大。好球，恭喜丁俊晖完成了1分绝杀，非常漂亮，拿下开门红。这杆关键的红球没有打进啊，而且还把球队带散了，直接给了丁俊晖机会。大家好，最新的比赛正在进行的2024年的威尔士公开赛，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-1，看一下这局丁俊晖能不能拿下。这次的威尔士公开赛呢，中国选手总共有14位参加，参赛人数还是非常多。最近这2天可能大家都忙着过年啊，斯诺克的比赛都没有看啊。
这个比赛今年应该是丁俊晖龙年的第一场，非常值得大家期待。带了一下红球以后，这杆粉球需要拼一杆中度。好球！这站比赛的冠军奖金是8万英镑，亚军是35000英镑。这杆得用绿球来过渡一杆，第一杆拉回来，叫下方的红球。和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还有张安达的比赛啊，张安达这个赛季状态也是非常不错。最近这个赛季丁俊晖状态表现还是不错，比前2个赛季是好了很多。这个赛季是打进了英锦赛的决赛，但是遗憾的是输给了火箭啊。这场比赛火箭是赛前就退赛了。说实话，8万英镑的冠军奖金对于火箭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目前火箭这个赛季已经拿到了大师赛和英锦赛啊，能不能实现单赛季的大满贯，就看4月份的世锦赛了。现场观众还是人挺多的。最近其实斯诺克的比赛是非常多的，一站接着一站。威尔士公开赛呢，丁俊晖是拿过一次冠军啊，是在2012年，当时是在决赛中9比6战胜了排名世界第一的塞尔比。现在打进最后一个红球就超分了。好球，这一局基本上就拿下了，没有太大问题了。大家觉得在2024年啊，丁俊晖能不能拿下一座冠军？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其实这个赛季丁俊晖整体的状态呢是一个向上的趋势，但是在一些关键场次的表现还是不是太理想啊。丁俊晖目前的排名是世界第9位啊，也是中国选手里面排名最高的，而且他离世界第8就差1万多英镑。所以这个赛季回到前8可能性还是非常大。现在青台的话刚好是99分了。其实前面的3局比赛对手都有机会啊，但是失误偏多，给了丁俊晖很多机会。现在是2比1，让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。最新的比赛正在进行的2024年威士公开赛，丁俊晖对阵肯德里克。这杆黑球没有打进啊，现在丁俊晖已经到赛点了。这场比赛呢是丁俊晖的龙年首秀啊，打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，整个人的状态感觉还没有调整到最佳，但是对手失误太多，整场比赛发挥也不稳定。这一站的比赛呢，火箭和小特都退赛了，丁俊晖呢也成了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。这站比赛呢是本赛季的第13站排名赛，也是本土系列赛的最后一站。这杆白球的位置不是太理想，可以先推过去来做篮球。这杆白球走多了呀，这个位置很尴尬。现在要做最后一颗红球的话，难度非常大。
必须要发力啊！高杆的两库，这杆篮球没有打进啊，但是运气不错呀，没有留机会啊。这个位置让对手非常的头疼。对手没有拼劲啊，现在给了丁俊晖一个架杆的机会。这场比赛客观的来说，其实丁俊晖打的并不是太好。如果对手实力再强一点，这场比赛丁俊晖有可能就输了。看一下架杆。好球！这样的话，这场比赛基本上就结束了，没有太大悬念。其实丁俊晖已经半个多月没打比赛了，所以手感可能不是太热，一上来，希望在下一场的时候能及时调整状态。这个卫视的比赛呢，其实也是历史非常悠久。丁俊晖在2012年拿过冠军，当时是在决赛中9比6击败了塞尔比亚。这个赛季丁俊晖还没有拿过冠军，目前他的排名赛冠军仍然是保持在14个。其实我个人觉得丁俊晖现在急需一个冠军来捅破一层窗户纸啊，让自己的实力再更上一步。这场比赛已经拿下了，隔壁的另一场张安达是4比1战胜了对手。恭喜丁俊晖挺进了卫视公开赛的64强，让我们期待下一场比赛丁俊晖能有更好的发挥。长台没有打进啊，丁俊晖现在终于是有了上手的机会啊。大家好，最新的比赛正在进行的2024年的卫视公开赛，丁俊晖一上来就连丢2局，这一局如果再丢掉，那后面比赛真不好打了。昨天卫视的第一场，丁俊晖是4比2赢了对手，虽然是赢了，但是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一般。昨天晚上的比赛能赢，只能说是对手打得太差了。第一轮比赛呢，总共有6位中国选手参加，昨天晚上都打完了，只有丁俊晖和张安达赢了，其他4位全部都输了，非常的可惜啊。今天丁俊晖感觉是非常的慢热啊，迟迟找不到手感。双方是此前有过5次的交手，丁俊晖是3胜2负，略占优势。对手罗比威廉姆斯虽然说排名是49位啊，但是整个人的实力并不差，所以这场比赛丁俊晖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这站的比赛，小特和火箭都退赛了，很多人都认为丁俊晖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。但是以目前丁俊晖的状态来看，如果这样打下去，那夺冠真的是天方夜谭。目前丁俊晖排名是第9位啊，中国选手里面排名最高的。现在这局拿下应该问题不大啊，现在可以打篮球啊，2库来交红球，得从黄球这边绕过来啊。现场观众人还是挺多，但是从目前来看，斯诺克的观赛群体年龄都是偏大的。如果想让这项运动有更好的发展，
那么一定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项运动。25. 有球迷问西安大奖赛的举办时间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时间已经出来了，就是今年的8月19号到25号。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去看啊。我到时候应该是有时间，因为离西安很近，可以去现场看。这种短局制的比赛，说实话，爆冷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要求选手进入状态比较快。如果进入状态比较慢，那真的有可能就会爆冷。34. 其实大家对丁俊晖期待还是挺高的啊。最近在斯诺克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有丁看丁，没丁看奥，没丁没奥，关灯睡觉。”其实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，大家对丁俊晖和火箭的比赛有多么的喜欢啊。43. 只要有丁俊晖的比赛，那么在国内的收视率一定是非常高的。49. 终于是拿下了一局啊，不容易。黑球没打进啊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局的比赛。